后妈带来的弟弟看着不太直，穿我的衣服，钻我的被窝，还偷着亲我的嘴，却因为撞了属性，一直拖着不跟我确定关系。直到后来我搂着小帅哥回家吃饭，温允揪住我的头发，将我摁进楼道里乱啃，像是下定某种决心薄唇亲戚。老公让那个绿茶滚可以吗？谈判桌上，裴总合同再让3个点没问题吧？温允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只是眼底的玩味以及纨绔的坐姿，显得她此刻像极了斯文败类。3个点是不是喊得太多了？他身侧的小助理战战兢兢开口，望向我就要重新协商。没问题，我利落签字。在小助理目瞪口呆的神色中，单指将合同推了过去。毕竟在外人面前雷厉风行，外号活阎王的我很难看见如此随和的一面。温允不停加码，我一直同意。小助理的眼神从惊悚变得狐疑，最后还是没忍住开口：温总、裴总，你俩是之前就认识吗？没等我开口，温允揉了揉太阳穴，随手将金丝眼镜扔在了桌子上，调侃道：不认识裴总这样的冷脸阎王谁敢认识？刚刚才有了点活气的小助理看起来又要死了。我摆了摆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你们小温总认识认识。小助理如释重负，慌乱拿起合同就往外冲。门关上的瞬间，僵硬的氛围被暧昧席卷，反手将温允摁到了桌子上。不认识不认识也敢在桌子下用脚勾我的西装裤。温允没有反抗，反而笑着抬起头，在离我唇只剩分毫的位置停下。哥哥裤子皱了，我替哥哥抚平，而已语气纯良又无辜，丝毫看不出面前这个一脸单纯的人的手正在我的身下为非作歹。哥哥裤裆鼓包了，我给哥哥抚平呀。身下传来的力气又重又爽，我没忍住叫出了声。桌上的大白兔瞬间翻了个身，将我压在身下，眼里满是侵略，让我帮你怎么样？空气中传来皮带卡扣弹开的声音，理智迅速回笼。温允不紧不慢打好领带，望向我的目光依旧温柔，声音却像淬了冰。亲爱的哥哥，为爱作寿你都做不到，谈什么喜欢我？他说的没错，我跟他之间确实是我先说的喜欢他。后妈将他带进门那年，他才18岁，一双破旧的篮球鞋配泛白校服裤，乱糟糟的头发随意垂落，长得倒有1.8米，但身材一看就干瘪无趣。不知道是不是年轻自带的少年感，让我没忍住想细细看看他掐住他的下巴，厚重镜片下那双极其妖孽的眼眸泛着凉气，嫣红柔软的唇瓣紧紧抿着，不敢想象从那张唇瓣里怯生生喊声哥哥会有多好听。密密麻麻的酥感从背脊直冲天灵盖手心空落一片。温允挣脱了我的掌心，一脸警惕的退后几步，像头小狼，似乎我在上前一步就要扑起咬断我的喉咙。我捻了捻手指头，温热的触感转瞬即逝。阿姨弟弟就交给我照顾吧，我爸在后花园等您呢，您快去吧。温母局促着点了点头，一步去了后花园，将龇牙小狼狗重新抓回身旁，指尖不轻不重按着他的后脖梗，够硬得慢慢磨。放手，小狼仔眼里闪起锋利的光，我却从背后看出了一丝不安，也是重组家庭还是带个拖油瓶嫁来男方家的？他在怕自己的母亲受我欺负。你乖乖听我话，我保证不找你母亲的茬，可以吗？俯身吐出这句话后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温允紧绷的身体放松了。小屁孩心思就是好猜，自那之后我几乎承包了他的一半生活，衣服穿我挑的，饭也吃我做的，就差尿我都忍不住想上手把。诱引他的那天，我做了被拒绝的准备，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主动吻了上来。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，将我从意乱情迷里唤了出来。温母慈爱的声音飘出：阿饶今晚跟小允回来吃饭啊，我做了你俩都喜欢的干锅虾，明天周末正好在老宅休息。我淡淡应了声，却完全压不住嗓子里的沙哑。纵欲过后的艳足经历过的都听得出来。温母顿了几秒，才缓缓试探：阿饶是交女朋友了吗？女朋友虽然我喜欢男的，但我是成我女朋友迟早的事。温母大喜过望，太好了，家里2个老光棍总算拖了一个，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回来给我跟你爸看看？你看过？你俩早看过108000次。电话挂断，翻出温允的微信，准备问他那边啥时候下班一起回家。硕大一个感叹号亮瞎了我的眼，咬了咬牙却生不起气，臭小子又把我拉黑了，真出息。不仅是拉黑，我将消息转给了他助理，直到晚上开车去接人，却发现硕大的办公室早就没了人影。等我回到家，就看见了家里剑拔弩张的一幕。温允为什么不去你哥公司等他一起回来？温母板着脸重重敲了敲温允准备夹菜的筷子，筷子间的基围虾滑落，温允索性甩了筷子，用手抓了一颗花生米丢到嘴里嚼巴着没说话。温允眼见战火一触即发，我放下西装急忙按住温母，又夹了一筷子下到温允碗里。温生到晚上公司突然来了点急事，怕你们担心是我让温允先回来的。说话的间隙我又盛了一碗汤递给温母，温允毕竟是小孩子，别跟他动怒。温母脸色好转，嘴头却忍不住责备，他都23了，全家除了你还有谁把他当小孩？做哥哥也不能这么惯啊，谁给他当弟弟养的？我这可是当媳妇养的。话没敢说，只能应和着陪笑。阿饶都交女朋友了，温允啥时候才能给我带一个回来？头皮一麻，贤者模式时随口应付的话突然被温母在饭桌上提了出来，旁边的温允猛地一顿，凶巴巴的视线扫向我，又一次摔了筷子，随后头也不回上了楼。温允，我看你是要无法无天。2次爆发的温母堪比东北母老虎，我好不容易安抚下来，又想到温允没吃多少，转头给他端了碗汤上去。漆黑的房间里安静无声，鼻尖涌上一股甜蜜的怪异香味。温允，我轻轻开口，摸索着灯的开关温热的汤被掀翻尽数泼到了我的衬衫上，嘴唇被蛮力堵上，人被丢上床时惯性去勾温允的脖子找寻她的唇。下午都快跟我坐上了，我妈说你交了女朋友。什么女朋友？她捂住我的唇，眼里迸发出亮光，势必要我给出个答案。我摸了摸她的喉结，温允像是气笑了，灼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胸膛，咬着牙一字一句哥，要我拿个镜子给你照照吗？我是你女朋友确定？她的手停在我的胸膛处不停打着圈圈。就在我即将妥协时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温母在外怒气十足，阿饶，温允是不是给你汤摔了？我怎么听见那么大动静？给我开门，我今天非要教训他。脑海突然清明，大概是黑灯瞎火容易渲染情绪，差点给温允带沟里去了。我可是公，滚开，一脚将温允从床上踹了下去。我利落起身，重新扣好衣服，视线落到床头柜的熏香上，瞬间明白了刚刚昏头的来由，竟然跟我玩阴的。摸了摸屁股，不痛的亏还在。我松了口气，给温母开了门。今天穿的是件白衬衫，汤水洒在上面显得更加狼
备。温母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温允又做了什么，我没拦着，只是静静听着屋内传来的鸡飞狗跳声。温母说的没错，我太宠温允了，宠到她无法无天，宠到她给我下药，差点把我变成零，是该好好教训教训。我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后怕，差点就给她得逞了。那我的面子往哪里放？恰逢兄弟发来消息约喝酒，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家。我陪饶活到30岁，差点给一个23岁的黄毛小子给上了，这像话吗？本想以酒解愁，谁知道一杯接一杯下肚，脑袋里被温允按在身下的画面变得更加清晰，快炸了！揉了揉头，试图甩掉那些糟糕画面。兄弟看出我的不舒服，手上动作却不停，又给我把酒续上，调侃道：“还没拿下你弟，都跟那黄毛小子纠缠1年了，还没定出上下位啊！提起就头疼痒他的那些年，我想尽办法撩拨他，穿他衬衫，穿他内裤，喝他喝过的杯子，跟他用同一款香水，晚上也睡一张床。”温允有过疑虑，问我跟他都成年了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板起脸，一脸正经，说咱直男就是这样的，自从在把他带歪的路上一去不复返，好不容易憋到他20岁，个人心里罪恶感少了点，准备以身体诱引，他也识趣抱了上来，准备正式干活时，意外发现两人都想往对方身上爬，那一刻不止下面快爆炸了，脑袋更是炸了个顶翻天。暧昧了这么久，结果告诉我诱惑这么久的男生跟自己撞号了，我不上不下卡着，他也不上不下卡着，反正就没一个愿意乖乖躺下去直到天亮。我俩就这么做了一夜，最后因为位置问题产生了激烈争吵。本来美滋滋寻思的跟老婆一起上班没了，温允坚决不进我公司自己创业去了，美滋滋寻思跟老婆一起同居的生活也没了，温允轰轰烈烈从我家搬走了他的所有东西，美滋滋寻思终于可以开荤吃个好饭也没了，哈哈哈，老婆都没了吃毛肉呢。自那之后，我跟温允之间就像产生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好胜线，谁低头谁就是孬种。整整1年里，他故意引诱我进125次，我故意引诱他进136次，不是在我引诱他的路上，就是在他引诱我的路上。结果谁能想到双向引诱的哥弟俩，这1年连觉都没睡过，脑袋更痛了。要我说，你不如直接给他，到时候手段强硬一点，谁是1谁是0还不是你说了算。兄弟压低声音将一袋不知名东西塞进我手里，使劲朝我眨了眨眼睛，好东西。我一愣，恍然大悟，这1年里我几乎都是陪着温允玩那些小伎俩的诱引游戏，默默捏紧手里的东西。我都30了，手段卑劣一点又怎样？更何况他现在都敢对我用熏香，谁能想到今后会不会对我用这种手段？我得先下手为强。借着酒劲，我让兄弟将我直接送到了温允家。好在门铃响后有人开了门，我赌对了，温允也没有在老家休息，而是径直回了家。他家不在这，温允的话还没说完，沉重的我已经被兄弟一把丢到了他身上。你们哥弟俩还分你家他家？喝了酒的大脑本就昏昏沉沉，甩到温允身上后更是站不住，直往下滑。温允见状掐住了我的腰往上搂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被我兄弟先一步堵住嘴巴。他今天喝了不少酒，你最好晚上跟他一起睡，万一他半夜呕吐塞喉咙眼，你就没哥了。避开温允视线，兄弟抛给我一个胜券在握的目光，本寻思给我塞进温允他家就不错了，毕竟我俩暗自较劲后他连门都不让我进。兄弟这一套连招，意思今晚我还能跟温允睡一个床。往后退了2步，怕温允听见我剧烈跳动的心脏声，识破我猥琐变态的小伎俩。温允眼眸一暗，再次将我按回怀里。道谢后换上了门，一路寻思该怎么找机会给他下药，下一秒却被抱着丢进空荡荡的浴缸里。刚放的水还没转热，凉的我浑身一抖，是因为差点被我睡了恼羞成怒才去喝酒。温热的指尖从我的脸庞擦过，落到胸膛的衬衫纽扣上。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，反正喝猛了装傻卖萌，手拿把掐针喝懵了。见我望着他傻笑，温允皱起眉头，单手抚上我额头，没发烧，我去给你煮醒酒汤。温允松了口气，又将我从浴池里捞出来，重新放好热水，才帮我脱掉衣服放进去。卫生间的门被带上，明明没开浴霸，我的脸却红得不像话。在来他家之前就醒过酒，可是刚刚温允的一系列动作，像搂孩子一样搂起我，温柔将我放进浴池中，现在还为我去煮醒酒汤。相比之下，他怎么更加成熟稳重？我猛地摇了摇头，再次甩掉了脑海里那些逐渐走远的思绪。这一场屁股争夺战我一定要赢。上次躺在温允的床上还是1年前，任由熟悉又陌生的气味钻进鼻腔，舒服的我想把他的床弄脏。就当我肆意在他的床上孤泳时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温允突然端着2个水杯出现在床头，眼底一片淡漠，心头一激灵，难道是装醉被他发现了？连忙眯着眼睛恢复到望着他傻笑的状态。温允神态自若的将水杯递给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内心刚松了口气，又看见他脱衣服就要往床上躺，不是他躺上来了，我还怎么实施行动啊？猛然拉过被子，尽数裹到自己身上，颤着嘴唇抖到冷，好冷。还没完全吹干的头发随着我的大幅度抖动，渗出的水珠顺着发梢流过脸庞，滑到被子上的锁骨，留下一片痕迹。他这才注意到我没穿衣服。温允皱起眉头，怎么不穿衣服？身上就一件衬衫，早就被他丢进浴室里打湿的精光穿毛啊！忍住想抛的大白眼，我只不停重复好冷。温允脱衣服的手一顿，又转身去了阳台，趁此机会连忙掏出放在内裤里的那包东西，手一晃，不小心掉落一大半在地板上。听见温允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顾不了太多，将剩下的倒进他那侧的水杯里搅拌均匀，又恢复到傻笑的状态。穿上带着温允体香的衬衫被丢到我的脑袋上，我捞下来扣得七歪八扭。温允闭了闭眼睛，又将我捞到他身侧，解开所有按钮，扣得整整齐齐。睡吧，温允按灭台灯，端起一旁的水杯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。赌对了，尽管不跟温允同床共枕近1年，可他睡前习惯喝杯蜂蜜水的习惯却没有变。等会用什么姿势他会比较舒服？第一次应该会很痛吧？那我轻一点。早知道晚上就少喝点酒了，也不知道等会劲够不够。正在内心懊恼，下一秒身后贴上一具滚烫的身体，屁股底上一抹灼热。温允沙哑着嗓子：“哥哥，你睡着了吗？”黑起笑了，我正准备起身来出英雄救帅，上身起到半截，一双火热的大手却猛地掐住我的腰，下一瞬人被拖到了温允身下。哥哥，我好难受。温允燥热的脸庞不停在我后背乱蹭，温允松开我，咬着牙奋力挣脱。谁知道温允看着瘦弱，浑身牛劲可不小，直到用力到掌心
心出汗我都未曾移动半分。哥哥你老了。温允低下头，急促的呼吸洒在我的耳朵上，就算他在我身上的动作再羞耻，也不及这一句模糊不清的话语伤害大。我老了，我老了，我30岁怎么就老了？你30，我才23，哥谁更年轻？你感受不到吗？像是揣测到了我的心中想法。温允掐住我的腰离我又贴近了些，本寻思拿下他身上才没穿东西，谁知道事态竟发生到了这种地步，来不及多加思考，我只知道再晚一步就彻底没翻身之日。反手使劲往后一挥，身后传来一声痛苦的闷哼。温允紧闭双眼倒在了床上，嘴角却勾出一抹无奈的笑，往我水里下药是当我喝不出来吗？哥是谁告诉你公喝了这种东西会变成瘦？头脑一片混乱，抓过他的衬衫穿上，来不及顾虑有没有把他扇坏，屁股的微微疼痛在提醒我，就差一点就被他得逞了。捂着屁股夺门而出之际，兄弟发来消息询问哥们的东西好不好使，强硬拿下没？好不好使不是狠狠拍了拍自己的脸，不可置信刚刚在脑袋里闪过的画面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连夜打车回了自己家，已是凌晨5点，窗外的天空渐渐泛起猪肚白，楼下的小贩开始出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吆喝声，倒在床上思绪放空，身上的衬衫散发温允专属的洗衣液味，每一次靠近，每一次拥抱，每一次亲吻，周围萦绕的都是这个味道。以前年少时不是没谈过恋爱，或是朋友介绍，或是走路上被要微信，可他们的意图太明显，赤裸裸的视线粘在我手腕上的百达翡丽上一兜移不开，更是在我拿出帕加尼的车钥匙后恨不得当场拉我去开房。也有几个长相和胃口的，走到那一步是他们趴在床上引诱我，可我干活的家伙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面对他们向下凑过来的唇我不耐烦推开，最后换来一顿破口大骂，骂我不行还硬装撂下一句下头阳痿男，掏了我兜里的金卡就头也不回离开。我也说不上为什么，可我能确定我就是喜欢男的。可一当他们脱光我的反应却告诉我压根就不想做。直到温允的出现，他的长相是我喜欢的那挂，眼尾上挑，鼻梁高挺，薄唇薄肌，身上有种说不出的妖孽感。尽管是我名义上的弟弟，我也忍不住朝他伸出了罪恶的手，不知道是想证明自己行，还是真的对他有意思。事实证明我真的行，无论是穿他衣服，还是共睡一张床，还是看他光着洗澡，有反应的我是攻我就是攻。可温允每次将我压在身下，浑身上下产生的奇异感也不是假的，抚上自己乱跳的心脏。这一阵子我觉得我得跟温允保持点距离，电话拉黑，微信拉黑，爸妈喊吃饭也借故公司忙不回，只要不想起温允，心底那股怪异感就会消散许多。但我没想到温允倒是暂时避开了我，那好兄弟又给我送来了一座活佛。望着在办公室里坐着的齐森，我简直要裂开了，将拉着我进门的兄弟一把堵到门外，我急得龇牙咧嘴，不是你他妈把他整过来干啥？齐森我那几个前任里最粘人也最貌美的一位，别人扒我裤子发现不行掉头就走，这位182838848表示不信邪，最后还是扯了个得病要死出国治病才甩掉的。兄弟摸了摸脑袋笑得乐呵，上次你没回我消息我就知道你肯定没睡到温允，这不给你整 plan B 来了，我谢谢你。兄弟拍了拍我的肩，嘴角的笑容愈来愈深，都兄弟应该的，兄弟你爹转头就撤，最近被温允搞得属性不明就算了，还给我把前任搞来了，这不是嫌我事不够多吗？你跑啥啊？你听我跟你分析啊，怎么样让别人同意你的事？你要把房顶掀了，别人不得同意你开窗啊。兄弟火急火燎拉住我，对温允也是一样的，你俩现在不上不下，你如果放弃跟温允纠缠，表现出当不成功就要换人，你说他会不会妥协？是吗？依稀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狗屁定理来着。我被说的有些犹豫，如果把温允气到了也去找新人呢？而且这是对齐森也不地道，毕竟他比我年轻，竟比我组长的还勾人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我还不如去当下面那个。我猛地摇摇头，完全想象不了一直勾引我的温允跑去勾引别人，跟别人亲嘴，跟别人拥抱，跟别人上床，还会带着别人回家一起喊我哥哥。我养了好几年的小白菜，怎么能让别人沾染了？我得回家找温允，掏出手机将他拖出黑名单，刚想问他在哪，手机被猛地抽走，下一秒怀里钻进一个大高个，贴着我哼哼唧唧。阿饶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托兄弟的福，我又一次被齐森缠上了，吃饭要跟着，喝水要跟着，开会要跟着，上厕所要跟着，活脱脱像一个穿上裤子就抛夫弃子的渣男。短短一个星期，公司里的员工看我的目光都奇怪了起来，不是我蹲坑你跟进来是要干嘛？死死扣住微微可及的大门，防备的看着门外那个大高个。离开我的这些年过得还挺好，当时跟我的时候就一病弱美人样，现在牛劲比我还大，我帮你擦屁股。齐森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一脸无辜回答：我要疯了，滚蛋！不要，再不滚我叫人了。你叫？你抓着半姐的裤子，身处崩溃边缘。我刚想大声喊人，一只纤长的大手径直按到了门上，将我关在了里面。不是你谁要我？门外哇哇大叫的齐森像被堵住嘴巴，渐弱的声音越来越远。那只手背的左上方有一道显眼的小疤，几乎是一瞬间我就认出了手的主人。慌乱出声温允。门外脚步一顿，语气沉闷。解决完出来后，温允捂在齐森嘴里的那只手还没松。齐森在一旁直翻白眼，再捂下去他就要死了，连忙将齐森从他胸前拽出。结果这人大口呼气的同时还不忘往我怀里钻。眼见温允的目光越来越暗，大有在这里就地掐死齐森的想法。我一把将齐森提溜出来，藏到身后，警惕开口：你怎么来了？见到我偏袒别人，温允攥得泛白的拳头一下就泄了力，只是语气仍然硬邦邦：爸妈喊你回家吃饭，公司最近很忙。我真的回，是挺忙的，忙着纵欲是吧？温允直起身子，语气淡淡。他有1.9米，平常跟我在一块都是东倒西歪，没个正经站样，突然板正起来，倒有一股莫名的压迫感。陪饶着周6是你爸的生日，晚上要是没见到你的身影，就别怪我直接来公司绑你。肩膀被他用力撞了下，温允大步朝外走去，一阵恍惚，靠了光想必温允给我家老头生日忘了。开门的是温允，大概是比我回来的早许多，在家都换上了睡衣。你回来了，看见是我的那刻，温允眼睛一亮，还想接着说点什么，一只脑袋从我身后冒了出来，满脸兴奋。还有我。温允的目光再次沉了下去，被狠力扫射到的齐森又缩回了后面，抓着我的衣摆瑟瑟发抖。这是家宴，你把他带回来干什么？温允握在门框上的手布满青筋，健身的优越线条看起来能一拳打死我。我
我吞了吞口水，小声解释：“齐森他家里情况比较复杂，我真的不好意思拒绝他。”缩在背后的齐森又钻出脑袋，声音小了很多，捣蒜般点头。母亲去世，父亲赌博，妹妹生病破碎的我，僵持不下，最后还是温母出面拽开了温允，将齐森带了进来。小森，你跟阿饶一起坐吧。温母豁着大牙笑，瞥到一旁站得像要去当兵的温允，瞬间皱起了眉头，拍了拍旁边的座位：“你坐着。”温允没动，只是死死盯着齐森，那是一直属于他的位置。齐森被盯得心里慌，连忙站起来，并手并脚，声音打颤：“我还是换个位置坐吧，这里让温哥哥坐吧。”温哥哥一出，温允的脸臭得像吃了屎，一屁股坐在了温母旁边，咬牙切齿：“你就坐那吧，死绿茶！一顿饭吃得味同嚼蜡。”氛围一融洽，温允嘴里就得出句语出惊人的话，全程关于我从我开始怎么照顾他，到后面画风越来越不对，他再逼两句就得给我怎么勾引他都道出来了。凳子呲啦一声，我放下筷子，我去个卫生间，洗了个冷水脸，镜子里的脸还是红的不行。他说的话并没有多露骨，但经历过实景的我实在是太能脑补。哥还没好吗？温允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，关掉水龙头，连忙打开门，擦了擦脸上的水珠。你用吧，转身离开之际，手腕被拉住，卫生间只开了一盏小灯，昏暗的光线打在温允侧脸，他的一半身子隐入黑暗，从我的视角只能看见他的喉结在上下不停滑动，就像是在极力忍耐着什么。温允咬着牙，手腕的力气一点点收紧，狠狠侧过脸望向我的目光如同下定某种决心，温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脸上。温允闭上双眼，声音隐忍又迷人：“老公，让外面那个绿茶滚好不好？”老公。温允认输了，甚至都没撑过1个月。我眨了眨眼睛，有点不敢置信，可面前这个少年嘴里的老公都要喊出花来了，跟他的屁股争夺战这就结束了。老公，让那个绿茶滚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见我没反应，温允张开嘴，虎牙使劲在我的锁骨上咬了咬，逼我回过神，似乎是真的委屈。温允的眼睛附上了一层水雾，将他浑然天成的妖孽感都减弱了几分。我天生就看不得男人哭，眼见目标达成，连忙将温允揽进怀里，吃完饭就让他滚，剩下的半顿饭我越吃越快。不等齐森跟我爹妈告别，我一把将他扯了出来，嘟囔着塞进了路边早就来等着的黑车里。快走快走，目标达成，尾款我明天就给你打。齐森清澈的大眼睛一下亮了起来，边跟我挥手边嚷着要给他5星好评。车内伸出一只男人的大手，利落将齐森扯了进去。望着远去的车尾，我不由自主考虑起今晚要给温允用什么东西，心神荡漾。1年前给他买的东西现在还在我家的床头柜里，等会给他用什么呢？那根鞭子花了我不少钱呢，据说用料跟普通的不同，打在人身上压根不会痛，顶多就抹一下。温允细皮嫩肉的，我怎么舍得让他痛就他了。老公咬紧别掉了。温允往我嘴里塞了个东西，我大怒，不是说好让我当公的吗？结果才进我家，直接把我反手被身后捆住，大力抛到了床上，又嫌我吵，随手从我的床头柜里掏出样东西堵了我的嘴，那动作流畅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家呢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温允慢条斯理解着领带，我已经如你所愿喊你老公了。他皮笑肉不笑，莫名让人觉得寒战。我又一次吐出嘴里的皮鞭，气得咬牙喊我老公，然后把我压在身下，这对吗？温允，我说的是我做工，我做上面那个，你能明白吗？你做不到我就去找别人，我不是非你不可。背后传来一声嗤笑，一只冰凉的手抚上了我的背，不重不轻，从上一点点往下移动，也就嘴硬。哥哥每次你往我身下钻的行动有多诚实，你知道吗？努力忽视背后传来的战力感，意识逐渐迷离。我突然想到进门前他给我喝的东西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眼皮开始睁不开。温允的身影变得摇摇晃晃，当然是你上次给我喝的东西了，总不能只准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吧？意识逐渐迷离之际，温允的手心在不停揉捻，让我紧绷的身体趋于放松，语气温柔，说出的话却让人如坠冰窖。老公，手机已经关机，房门已经反锁，钥匙已经被我从窗口丢了出去。接下来的3天，作为你背着我去找别的男人的惩罚。中途无数次我都想解释，我跟齐森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样，可一到我提起他的名字，本还好心情的温允瞬间变了脸色，直接撞碎了我呼之欲出的话。晕了醒，醒了吃，吃了睡，睡了晕，几乎是不分日夜白昼的3天，彻底断绝了我想翻身做主的机会。也是这3天才让我意识到，温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瘦弱到连条狗都打不过的小男孩，现在的力气简直大到惊人。可为什么这1年他都没有用强硬手段拿下我？细思极恐，粗思极恐，左思也极恐，这混账存心逗我玩吗？浴室里洗完澡的温允又带着热气重新从我的背后抱了上来。老公想啥呢？嗓音里满满都是事后的满足气息，还要叫我老公吗？我都被吃干抹净800遍了，怎么听都像挑衅。闭眼生无可恋。温允搂紧了些，话里都是笑意，口头让着你，身体伺候你，好处都让你拿了还不开心。算了，其实我也爽到了。我转过头想正经跟温允说2句话，老公你看起来很享受。温允指着手机屏幕，笑得嘴角都咧到了后脑勺，看样子我表现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望着他屏幕上的监控画面，我差点忘记了自己家里为了防贼还安了摄像头，这个时候倒给他拿来调情了罢了。输了属性，赢了爱倒也不亏，陪饶番外。事后温允鼓着脸，非要让我给他个关于齐森的解释，死小子怪不得干那么凶，合着背地里吃醋呢。事情开端要从兄弟把齐森送我办公室那天开始说，当时齐森钻到我怀里那刻，我惯性是要闪开的。别动我，晚点跟你解释。温允在你背后6点钟方向，你现在要是推开我，你就输了。齐森死死拽着我的领口，我的手僵在了半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齐森才左顾右望着松开了我，他松了口气。温允走了，又白了我一眼，你不会以为我真是回头来找你的吧？目光下移停在我的裆部，语气好笑又轻蔑，不好意思，我对不行的男人不感兴趣。转头想走，兄弟连忙拽住，你俩为个位置都纠缠多少年了，一闹矛盾就找我喝酒，不是不跟你喝，你喝太频繁了。我不来吧，不是你哥们，3天2头来吧，又陪不好我媳妇，求你了，你们2个冤家快点在一起吧。齐森点点头，快点在一起吧，又补上一句，再不在一起你都老得立不起来了。这哪是给我搬救兵，这是给我胸口射箭来了，生怕我死不成似的。可我并不想用第三者来刺激我跟温允的关系，万一温允真跑
跑了这追夫火葬场扛火车都追不回来，也就是你当年对我有恩，再加上你兄弟给我报的价高，不然就算你兄弟给我磕头，我都不得来陪你演这出戏。齐森自信满满拍了拍我的肩，放心吧，怎么刺激攻我最拿手了，而且你压根就没看见温允看你的那个眼神，恨不得要把你拆骨入腹，就算你跟我跑了。我感觉他那种都是会玩强取豪夺外加囚禁游戏的人。当年年少谈的几场恋爱，齐森是我从酒吧里救下来的。他哥那当男模被当地一暴发户强定了，那暴发户长的眼睛像屁眼，肚子像榴莲似的。齐森那时候看起来也就17、18岁的样子，长得细皮嫩肉，哪经得起那老东西蹉跎啊！一不忍心替他解决了那个麻烦，结果齐森为了感谢我，给我手心塞了房卡。我本来想跟他讲讲自爱的道理，结果一进门就被他扒了裤子没做。但齐森这个人从此就像鬼一样缠上了我。后来我才了解到他的累赘家庭，就算不跟我以他现在的本事，想赚快钱也只能去做那种事。我给他租了个小房子，时不时想起就逗一逗，就像养了一只小宠物，给点钱不需要铲屎也不需要喂食，自己都能养活自己。或许他死皮赖脸跟着我的原因，就是我出手大方又不需要出卖肉体，这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扒我裤子。他笃定我对他不会下手，相反每次扒完裤子后，我又会给他一笔钱，他就像卡巴一样卡了我一张又一张金卡。直到后来公司业务繁忙，寻思给他这个小宠物的钱也够他生活了，才扯了个理由跟他撇清了关系。停住，我不是要听你跟齐森的故事的。温允咬牙切齿捂住了我的嘴，双眼气得通红。我目瞪口呆，这不是他自己问的吗？那我不得把前因后果都讲明白啊！我不听这个，一只手继续捂我嘴，另一只手捂住了自己单边耳朵。我叹了口气，总结就是全都是演的。齐森最近养了个小少爷，手头缺钱，搁我这来赚个外快。温允的脸色稍稍好了点，身下却突然一凉。我瞪大眼睛望下去，靠了不是刚卸战吗？话未开口，嘴已被身上那人蛮力堵上。混乱的气息里拼凑出一句话：你得补偿我。长夜漫漫，补偿的又何止今晚？全文已完结。